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次主播队2.5周年新角色火气输出的巅峰卫里的测试影片。那这次影片一样会分为上下2集，上集主要是带各位认识卫里，比如说大招、宝物、命格、系数等等；下集则会推进到实战评价跟抽取建议。总之，有想抽卫里的建议完整看完上集，会对于之后练脚有一个方向性在。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火系之神卫里的详细资料吧。 首先是养成成本，要点满卫里的专属天赋，一共需要火纹石1900颗，觉醒石48颗，而点到120等则需要人币566万，开掉6命需要命格碎片550片，总共需要抽出15只卫里。所需的火纹石稍微多了一些，各位观众可以先看看囤的够不够了。 卫里的大招名称是助火御剑诀，人数的释放一共可以分为2段。第一段按下去会先产生清屏，并在 BOSS 身上挂30秒的火灵之势。火灵之势除了跟专武双生的效果有关之外，还能造成每秒500点的固定伤害，这个我们后续再谈。接下来的23秒时间内，卫里可以在3种大招形态中选择合适的模式释放4次。3种形态分别为越剑式，效果是全图追踪；飞剑式平 A 正面；重剑式近战贴脸的输出巅峰。如果4次都释放完毕，又或者 23秒时间到，卫里会强制进入大招第2段，也就是剑牢跟顺斩。第2段大招为全程控制，机制跟紫源的终结技一模一样。好，说那么多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战。首先，当我们点击大招按钮，会有一个系数为2的全图清屏。大招区域内一共有4个可点击部位，右侧小图标由上而下为越剑式、飞剑式跟重剑式。大招本身的按钮也可以点击，用来切换飞剑式的2个模式。2个模式分别为追踪忍者跟 BOSS 的位置。我们先回到越剑式，这一式会先在身旁产生一圈火力。 之后火力会飞出去追踪敌人进行攻击。这一式的优点是全地图可打绕背，缺点就是单次的系数3.85，4次放下来也就是15.4。唯一可以提高系数的方法就是贴脸，在身旁旋转时碰到有额外的伤害。再来是飞剑式，飞剑式刚开大时会处于瞄准 BOSS 的模式，释放时会由忍者位置开始，逐渐对准 BOSS 的位置。至于要切换成瞄准忍者的模式，只需要再次点击大招图标，飞剑式就会跟随忍者来进行移动。这个形态主要是针对正面的 BOSS， 单次释放系数为 7.5，4次释放就达到了30。最后是重剑式，也就是卫里之所以被称为系数巅峰的形态。重剑式丢出去之后会自动追踪 BOSS， 并且在3秒后爆炸。远距离释放的情况下，重剑式的系数并不出色，单次释放只有 2.7。中距离的情况下，重剑伤害会提高到5，不过还是不如飞剑式啦。但是如果可以抓到 BOSS 的板子，比如说 BOSS 贴脸或者冲朱雀到 BOSS 脸上，单发的系数最高可达到10，打满第1段的系数就达到了40。接着第2段大招会全程控制，在0到5命的情况下，锁链加剑穿刺的部分系数为 5.14， 最后一刀的系数为 10.29， 2式的总体伤害就达到了 15.43。这边主播帮各位整理了一张表格，帮各位整理了每一式的系数。简单来说，卫里会需要各位依照 BOSS 的不同站位来决定要用哪一式，只要用得好，里面的系数就可以达到 57.4， 比6命紫源都还高出1截啊！如果用得不好，系数就只剩下2开头。因此，如果想成为卫里专家，还是请各位把这张表格来记熟。 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卫里的特殊天赋。首先就是大招对龙族攻击力加600点，这个天赋跟学武的一样，卫里面对龙族会是目前版本的 T 令选择。再来，同样是大招的天赋，卫里的大招对 BOSS 造成伤害后，会在 BOSS 身上挂30秒的火灵之势。这状态除了会对 BOSS 造成每秒500点不随表功变动的固定火系伤害以外，还可以跟卫里专武怒里双生3阶的突破效果做一个联动。在火灵之势的状态下被双生攻击到 ，BOSS 将会降低25%的攻击力。 另外，火灵之射时间是可以叠加的，如果能够连续开大，时间可以延长到1分钟以上。再来是卫里的核心天赋剑心，剑心跟紫源的血咒机制上相似，卫里每次使用火属性武器技能就可以获得1层剑心，但剑心不能随时间获取，所以主武器必须要带火系的，副武器尽量就好。剑心主要有3个效果，第一个就是每一层剑心可以提供130点攻击力，5层剑心就是650点。另外每拾取3个飞镖球，每有1层剑心就能发射6只火力之灵，满层数5层就是30只，里面的情况下1层可以提供 0.171的系数，满层1次就是0.856。火力之灵本身系数不高，但胜在数量多，并且可以消除弹幕。面对弹幕较多的 BOSS， 也可以提供不少能量。再来有3层剑心之后，卫里就可以多跳1次，变成4段跳了。这种情况下可以适应的环境就多了不少。不过卫里玩家对于无伤要求也蛮高的，因为累积受到25%血量的伤害就会掉1层剑心。虽然受伤后5秒内不会再掉，但因为卫里的血量偏少啦，基本上一受伤就会掉1层剑心，算是对于技术有一点要求。
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胃里的命格。胃里的命格值变点是在5跟6命，前面4个命格提升的内容跟其他角色有一点点小差异。1命就是装备火属性武器提升攻击力，因为胃里天赋剑心死绑火系武器，所以1命一定会被触发到啦。再来2命可以额外增加一个宝物格，基本上低配的完全体就是2命，获取到2命的难度也不高。如果是小氪玩家想练胃里，主播是建议抽2只之后买命格礼包，然后看是要每天修炼还是用零式换，剩下的囤起来抽专武或者等复刻会比较好。再来3命的效果是每次释放武器可以激活1次剑心，其实就相当于帮武器额外多出一点系数，所以在3命之后其实很推荐副武器也带火系的。如果没钱抽第2把双生，其实智妍也很不错。接着4命格反而是提升种族特攻，4命胃里对于龙族的伤害加400点，面对龙族又多了一个新选择。再来5命算是一个小质变点，每次释放忍术可以获得2层剑心，也就是说3勾道出场3层剑心，需要有5命才能在刚进场吃满天赋加成。所以说5命以前的胃里其实更适合当一个接力的角色。另外5命的另一个效果是火里之灵的伤害加20%，单颗系数从 0.0285 提升到 0.333， 5层剑心打出来的火里之灵系数刚好等于1，算是一个长线的伤害 buff。主播也整理了各层剑心对应的系数，有兴趣的可以看看。再来6命就是核心质变命格了，主要是提升2式的系数，剑牢提升至 9.8， 顺斩提升至12。因为2式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来源，所以6命是直接提升了胃里的下限，并且每次释放忍术可以启动2次剑心，搭配5命格可获得2层剑心的效果。通常只要套装不要太差，触发的都会是5层剑心的额外伤害，也就是大招会额外多出2的系数。这边主播帮各位整理一下6命胃里的大招系数范围与额外的系数伤害。尽管胃里的攻击手段非常繁杂，在6命之后系数范围是直接提高到39至 63.8， 普通平 A 的飞剑士系数也达到了 53.8， 可以说是非常恐怖哦。实战部分我们下集影片再跟各位分享。胃里的援护技叫做青年助刃，其实跟紫源几乎是一样的，就只是属性从雷系换到火系。最高阶级的效果是攻击力加120点，且当血量高于50%时，火系伤害加240。也就是说，胃里除了要尽量无伤之外，我们还要维持它的血量在50%以上。上集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胃里的宝物，我们就提供专属宝物就好。修罗负面应该只有欧皇跟课长需要知道啦。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诚心剑鞘，也是胃里最需要搞到3勾套的宝物。3勾效果除了加攻击以外，主要就是开场给予3层剑心。如果没有5命且想拿胃里当首发的玩家，剑鞘是一定要搞出来的。再来是火灵之心，提供的是纯火系攻击力，是剑鞘以外的第2件套装首选。3勾提供的火系伤害达到了292，可以加成到大招武器跟火里之灵上，效益也是相当高。再来是桌里不摇，提供的是武器攻击力与减伤。我个人是觉得胃里不是很需要减伤，定位如果作为2棒几乎不会被打到，如果当首发也不能被打到。提供仅加成在武器上的增益是有点少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带前2个宝物为主。而胃里的套装效果，3勾套除了提供230点的攻击力，满层数会额外提供450点攻击，搭配上胃里自身的天赋，每一层剑心会差到220点攻击那么多，所以胃里算是一个无伤要求非常高的角色，一旦被蹭到会直接掉1层剑心，所以剑鞘跟5命的效果非常重要，关乎到高额的伤害差距。至于其他宝物的配置，除了修罗负面以外，可以参考主播之前的全宝物攻略，依照优先顺序一个一个练下去。上节部分就先到这边，主要是让各位对于胃里的基础强度有一个认知在。下集会有实战测试，并且对于胃里的定位做一个总结，还有推荐各位要怎么养成胃里，来快速形成火系的战力。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点击下集的连结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